果然是无毛者的机甲，放出的假消息真的起效果了。希儿姐姐，我已经把大家都带到了外围的指定地点，现在整片街区已经被腾空。不过，大家还是希望我们的行动尽量不要对建筑物造成太大的损害。放心吧，我们会注意的。谢谢你，小空。走吧，苏莎娜，机甲已经进入了包围圈，该我们上场了。是。和我一起战斗吧！是是是。和希尔推测的一样，这些机甲内没有驾驶员，而是按照设置好的程序在行动。不过，我们还没有找到仿生人的踪迹。对不住了，尽情舞蹈吧，在音乐停歇之前。那边有个人影，朝着仓库的方向过去了。我们快追希尔！有了，这就是无毛者首领的运输车吧？果然，和那孩子说的一样，后视镜是碎掉的。警察们也提到过，今天袭击安全屋的队伍里也有一辆后视镜碎裂的卡车，该给我们的安全屋报仇了。里面的人能听见吗？这里已经被包围了，可能的话，我希望你也不要受伤，请出来投降吧。你做了坏事，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。真是温柔的建议呢，小姐。这个声音，它是……但是很抱歉，我不能听从你。身体损伤对我来说，并非令人色变之事，束手就擒也不符合我的性格。没有任何人能够束缚我，因为我离自由仅有一步之遥。怎么办，希尔？突入仓库。无毛者的首领消失了，明明前一秒还在跟我们对话。不可能啊！早上来的时候明明确认过了，仓库没有其他出入口，他是怎么逃掉的？灰蛇，但是为什么？那真的是他们吗？在长空室，难道还有人在为世界蛇而活动？还是说……你没事吧，希尔？没事，既然对方已经逃脱了，那我们也没办法。这件事或许背景很复杂，我们得尽快向天命总部做一次汇报。是啊，现在我们也已经收集了不少情报，或许博士他们能据此分析出一些有用的信息。对了，也顺便联系一下小空吧，苏莎娜。今晚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过夜。对哦，安全屋现在还漏着风，小空，全靠你啦！
既然这样，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新地方，离这里也不算很远，那里一定会非常欢迎两位姐姐的到来。小空？哈，难道我刚才忘记挂电话了？刚才的声音我都听到了。我和灰蛇叔叔们在一起的时间，应该比希儿姐姐还要久吧？这个声音真的很熟悉，但是又似乎有些和以前不一样的情感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先会合吧。就像刚才说的，我很高兴能带你们去那个新地方，刚刚建立不久的西奥拉之家极东分部。西奥拉之家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那是西奥拉基金会名下的孤儿院吧？我之前在天命论坛里看过一个很火的讨论帖，帖子里说西奥拉基金会的创办人其实是位传奇杀手，他心狠手辣，行事低调，关系网横贯整个北半球，连地方政要都要让他3分，也因此得了个独眼之主的代号。独眼之主一生做过无数恶事，却在大限将至前把自己毕生积蓄捐出，只为了实现小时候的梦想。想不到小空居然是那里出来的孩子。苏珊娜姐姐，你刚刚说的事情我都不太明白，难道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也造了许多所西奥拉之家吗？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是老师出资建造的第一所西奥拉之家，老师的代号也没有独眼之主那么奇怪，只是叫渡鸦而已。说起来，要不是老师，我还没办法认识希儿姐姐呢。确实，他是一位很不错的老师。如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小空与我相遇的那次奇妙冒险了。网络上的东西果然不能随意轻信。对不起啊，小空，当着你的面说了这么多奇怪的话。没关系，老师说他过去的确做了许多无法被受害者原谅的事，所以他不在乎其他人的评价，只在乎我们怎么看他。他全都告诉你们了？老师，他只单独找到了我，和我说了大家从前问过很多次，可他一次也没有回答的问题，比如他的过去，他现在在做什么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在说这些事的时候，老师每讲一会儿就要沉默好久，然后摸摸鼻子，整理头发，在房间里转来转去。我能感觉到老师藏了好多好多话想和我说，可他说出来的却总是只有几句。那样紧张的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我想他大概很害怕我会因为他的过去而讨厌他吧。可能是我还没有长大，老师说的那些事
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，但我知道，除了我们自己，老师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，所以我也想像老师那样，先让自己独立起来，在帮助身边人的同时，慢慢寻找未来的道路。看来这就是我们特别助手的行动宣言呢。因为有你在，我们的任务进展比平常要顺利许多啊。真的吗？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我们也会加油的。不过这么说，我们待会儿是不是能亲眼见到小空的老师啊？毕竟我们的目的地是他经营的产业嘛。虽然我也很希望这样，但西奥拉之家建成后，老师和我说，他还有作为宝石条件的工作必须完成，就离开了长空市。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关于这件事，那就是我和老师之间的秘密啦。